在美国纽约的华人有需要可以看一下授权书要不要做。纽约的法律分享系列一定是要做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要做授权书，要做授权书，要做授权书。在纽约啊，一份授权书，它能避免多少的事情被卡住呢？在纽约生活的家庭当中，很多时候并不会意识到授权书的重要性，因为每天大家都忙着工作，忙着去买房子，忙着投资，忙着照顾家人，日子啊，看起来都是正常运转的，直到某一天事情的突然发生了，才发现问题并不在于没人管，也不是在于没有钱，而是在于事情在关键的时刻被卡住了。这种卡住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在纽约的法律的体系下面没有合适的文件，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往下走。授权书 （Power of Attorney） 本质上是一份法律的文件，它是用来提前说明，当你不能或者是不方便亲自处理事务的时候，谁可以合法的替你处理你的财产和重要的事务。这里的关键词是合法。很多华人家庭会下意识地认为配偶、子女理所当然是可以帮忙的，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在纽约，没有授权书，即使是您最亲近的家人，在银行、房产交易、投资账户等问题上面，也并不会自动的拥有替你做决定的权利。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种的卡住常常来得非常的突然。一个家庭里面主要负责财务的人，身体一直是不错的，却是因为一场突然的中风昏迷，或者是一场大型的手术，短期内无法签字，无法清楚的表达意愿。家人并不是要做什么复杂的安排，只是希望能支付账单，动用账户里面的资金，应对接下来的生活开销。但是，当他们真正去银行或者是去金融机构的时候，却被告知必须是由本人签字，或者是需要正式的授权文件。律师能给出的意见往往只剩一条：如果没有授权书，就只能向纽约法院申请监护程序。发生过一个案子，房子快要过户了，谁知道卖家突然间中风进了医院，而买家必须要赶紧过户，因为这家的银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贷款项目，如果说买家不在规定时间内过户的话，银行就不批准他了。而客户的情况又很特殊，在别家的银行借不到款。卖家的律师说，对方的太太要回去翻箱倒柜里面找到有没有授权书，因为经济上的事情都是由先生负责的，太太是根本不管的。最后，太太终于找到了几年前先生做的一份授权书，最后才能顺利的过户了。如果说先生没有做授权书的话，那这个买卖的话肯定是交易不成的了。如果说先生救兵不醒，那这意味着事情开始真正的被卡住了，就变成了进入法院的程序，要为该先生申请监护人。法院的程序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费用的。更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顺利的由家人接手，并不是当事人事先就能够决定的。很多的家庭在这个阶段才意识到，钱明明就在账户里面，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授权，谁也动不了。俗话说，先天有不测之云，人旦夕祸福。
如果发生了意外无法行使民事权利，那么至少不要再花大钱去申请指定为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代理人的手续了。很多人会说，自己有配偶、有孩子，出事了，他们自然是可以处理的。但是这里是纽约，在纽约的话，法律并不会因为你们是一家人而自动的放行。银行、政府机构、保险公司只认文件，不认理所当然，于是就会出现一种让人非常无力的状态。大家都在，但是的话，谁都没有资格替你做决定。如果说在身体健康、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的准备好一份符合纽约法律要求的授权书，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当你暂时的无法出面的时候，你信任的人可以依法的与银行、房产公司、投资机构来沟通，签署必要的文件，处理紧急的事务，事情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不是全部的停摆。家人也不需要在情绪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再被迫的面对复杂的法律程序。很多人对授权书的抗拒来自一个常见的误解，以为一旦签了授权书，就等于把控制权交了出去。实际上，授权书在纽约是可以非常细致的、非常灵活的设计的。你可以限定授权的范围，可以规定只要在你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才生效，也可以随时修改或者撤销。授权谁、授权什么，主动权始终在你自己的手里。授权书的目的并不是让别人来控制你，而是防止事情在你不能出面的时候被迫的停下来。那么，什么时候办理授权书最合适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你完全的清醒、健康、有判断能力的时候。因为一旦医生或者是法律上认定你已经不具备行为能力了，你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签署授权书的资格。那时候，你的家里面人只能通过法院介入解决问题了，而这正是授权书原本可以避免的情况。很多的纽约家庭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并不在于资源的不足，而是卡在了一张文件上面。授权书正是这样的一份文件，平时它可能安静地藏在抽屉里面，但是一旦需要的话，没有它，很多事情就会被迫的停下来。这份授权书它并不是不吉利，也不是它多此一举，授权书而是一种对家里人的保护，让事情在困难的时候依然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在中国，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但是在美国，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美国的房地产的持有成本较高，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现金流，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考量。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美国房地产的根基在于美国民众的收入，根植于美元与科技霸权带来的资产的回报率。美国也有大规模的资产与科技的投资。如果说这些技术的投入未达到预期的成果，或者是原有的技术壁垒被竞争对手攻破，收入巨降，就会表现为收入锐减。到时候，地产作为资产的载体的地产，就是债务危机的外显。
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